杜县尉来的正好，要不一起看看？哎，您看，脖梗处血肉模糊，但细看是2道割伤。这2道伤口长短深浅有别。 短的这一刀，深不到5分，应是10万所割，但并不是致命伤。长的这一刀，深达1寸7分，食管、气管全部被割断了。1寸7分，在仵作之学上是及时丧命的尺寸。 据石氏兄弟交代，他们在偷袭马奎之时，马奎并未反抗，亦不躲闪，应是当时已被人先割了喉。苏某在第一时间看过尸体，当时那假镰刀没入死者脖梗，这1寸7分的伤口就是他造成的。可那假镰刀是木质的。 本不能杀人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有外力重击刀背，以寸巧之劲，将假镰刀砸进了他的脖梗，致使其丧命。竟然是这样！哎呀！ 应是仵作大意，误导了杜县尉的判断。哎，这杜某惭愧，看来凶手另有其人。没错，当时我也在场，却只顾着看热闹，丝毫没有注意到可疑之人。此凶必有些手段，不然难以借木刀杀人。 可眼下应当如何查下去？杜某也一时没了主意，还望卢参军不吝赐教。当从马奎的仇人查起，远的不说，被他顶替的那位7圣刀成员，对马奎当心生恨意。对呀，被取代之人一定心有不甘，甚至怀恨在心，但不至于杀人吧？ 何况最终名单由我权衡，被取代者定是我能说服之人，又何必绕弯子？直接告诉我是谁。他本来一肚子气，你们还要去找他麻烦？废什么话！说是谁？卢参军，我非说不可。 此命案与请神一事密切相关，还请何先助协助攻县，探案缉凶。好，被取代者是我胞弟何乾，他就住在明德门边上的盐作坊。主人在书房。哎，等等啊，何乾是没睡还是起得早？
嬴政时分在书房。哦，我家主人有失眠之症，之前在何仙住家借住的时候就常有此困扰，最近几月更是严重，只能坐着睡。所以我家主人最喜欢晚上看账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要不然主人一夜不眠，我们可就遭罪了。唤醒他，不敢。快起，醒醒，公谢查案。主人，您别吓着，是有客人来了。来吧。应死于寅初时分，半个时辰前。何人来过？没人来啊！主人亥时进的书房，我以为他早就睡下了。此人戴着面罩，且青葱只见了一眼，故我只能尽量还原。哼，这眼神儿跟韦涛颇为相似啊。苏明，这种玩笑可开不得。你也说了是玩笑嘛。我想啊，这韦县尉那20板子让青葱狠狠地记住了他。是不是我画的不对？帮不上你们？不是，青葱本是胆小之人，要债时更是虚张声势，擦肩而过之人，他恐怕看得没那么仔细。倒是韦县尉，把他吓得不轻啊。难怪，他说的时候就很含糊，故而我才画了这么久，且无用。哎，看似无用，没准就是大用。就好比说我老费吧，嘿，他日庐陵峰驰骋疆场，出将入相，他必得带着我，因为我看似无用，实为大用。谁敢说你没用啊？啊，对了，正要找你帮忙呢。这个是我从盐作坊命案现场发现的，我看那杜县尉也不在意，我就拿回来了。看这儿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水滴，水不可能留下这么明显的印记。我闻了闻，有股特殊的香味儿，似曾相识，我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。你鼻子最灵，帮我闻闻。我闻闻。还真是有香味儿，而且是不同寻常的香味儿。嘿，你找我这事儿就算是找对人了。我想想啊，这到底是给我闻闻什么呀？还真挺香。是尿，什么？真的是尿，不信你舔舔。我天，你鸡师公，哎呀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尿，这是风梨兽的尿，你拿过来。还有费说，哎呀，为了破案，舔一下尿算什么呀？没错，就是风梨兽的尿，如假包换，学称风梨液也。风梨兽，莫非是恩师狄公留下的那几卷书中所提到的？正是。
我之所以闻过呀，是因当年我跟随恩师狄公去探望他的一位老友，那位老人家患有风疾，发作起来疼痛难忍，只有服用了这风梨叶才能暂缓。那你们说来说去，不还是尿吗？这对破案有什么帮助？哎，这风梨叶可不好找啊，那曾经也是千金难买呢。为什么是曾经？因为这风梨叶能治风疾呀。哼，后来老朽不才，研制出一个方子，专治风疾，它就不值钱了。当然，我那个方子也不是万能的。我听说有一种特别顽固的头疼病，我这方子就无效，只有风梨叶能克之，故而，如果死者没有这个病，那就是凶手随身携带的，这不就成线索了吗？哎，那得去药铺找吧？哎，药铺没得卖。我好像知道从哪儿查了。哎，娘子，买点什么呀？怎么还跟着一个？老人家，打扰您休息了。我们想买一根风梨杖。什么杖？风梨杖。这是什么东西呀？没听说过呀。哎，我们可不差钱哦。要几只？你有很多只，那可是珍奇之物，点什么就能来什么的。知道。多少钱一只？100钱。啊？嫌贵呀？你要多买可以便宜啊。哎，买1只也可以便宜。毕竟像你这样貌美的娘子，就该关照嘛。啊？等等，你这风梨杖是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啦，每一根都是风梨兽煮过的。等会儿啊，这些个你要是都要，500钱就拿走。算了，咱还是走吧。哎，站住！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就问你们，哎，识不识货吧？当然识货。识货呀？啊？那你就闻闻。怎么了？看来还真识货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这几10根风梨杖都是真的，每一根那都是风梨兽滋过尿的。哎呀，还真有一股风梨叶的味道，而且很浓郁。这就是风梨杖啦。啊，哎，你这风梨杖是怎么来的？那还不容易，让风梨兽往上滋尿不就行了？这么说，您老手上有风梨兽？自然有啊。那风梨兽怎么卖啊？你是公谢的人啊？这风梨兽可是在太府寺禁兽名录里的。你来试探，要讹我？您老看看我像公谢的人吗？我不是，我就想买一只风梨兽给家里的老人治头病。嗨，那就直接买风梨叶不就行了吗？哎，我这有。这里面装的都是，哎，要多少？不过想好了再说，因为这个贵，10000钱1两。多少？你这风梨杖这么便宜，这个怎么这么贵啊？哎呀，这怎么能比呢？
这几根破木头有什么用啊？还什么，一点野兽坏人都死了，哎，再一点好东西都来了，那都是骗人的。我这里装的可是真正的好东西。风疾是什么病啊？那是身子麻，动不了，都瘫了。哎，用了我这个东西之后，你便能健步如飞。1万钱，还贵吗？啊，还贵吗？那这么贵，有人买吗？有人买没人买，这与你何干呢？真是。雍州府查案，如实回答。啊？我刚才说我不是公谢的人，没说他不是啊。还不如实回答他的问题。娘子，我这可是真正的100年老店呢，因为此店是在我80岁那年才开张的，今年正好是100年。你有180岁，我不是来听你吹牛的，说实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此店在开张的前几十年里，确实有人来花高价买过我的凤梨叶。店面虽偏，可也曾门庭若市。也不知道是谁出了一个专治风疾的方子，这真够缺德的啊！断我财路。所以这一坛子封存了10几年，都无人问津，故而这尿香才会如此浓郁。不是药香，药香。你是说最近10几年，一次都没卖出去过？没卖过。你看这坛子上都是尘土。此人狡猾，说的不像实话。你看，公谢的人怀疑你了，那没办法，只能带你去雍州府司法参军那里审上一审喽。别，我这把老骨头哪儿折腾得起呀？有，都有哪些人买过，我都记在账簿上了。我这就给你们拿来，我这就给你们拿来啊！这要是寻得了重要线索，别忘了给我记功啊！那当然。韦县尉，你家新出土的伐越柱石可以给我们看看了吧？当然可以。来人，请夫人。那就请崔翁、崔相以及卢兄为伐越揭幕。哎，不可！京兆韦氏的家传之宝，定当由你韦涛亲自揭。那好，那就请夫人与我一同。城南围渡，世代相交。韦县尉，听闻令夫人出身京兆杜氏，诸位赏光来到寒舍，一起来见证我们韦家的宝物，这也是京兆韦氏家族的荣幸。菊娘和夫君谢过诸位了。能有伐柱出土，真是幸事啊！这可是魏晋时的伐柱，至少是北朝时的旧物。裴小姐慧眼，正是北朝之物。
吗？哎呀，只可惜独缺了一个“为”字。有没有到出土的地方好好的找一找、挖一挖呢？暂未寻到，但我相信，是我韦家的，终会回来。说得有理，韦县尉，听闻令正贤德，且博学多才，不如就请他将这法柱上所记念给我们大家听听。崔相，菊娘不敢遵命，此罚是韦氏至宝，罚文也该由韦郎念给诸君听。果然是大家闺秀，进退有据啊。韦涛，韦氏公卿，三府冠祖。先祖韦梦，世居齐鲁，沿周礼，习尚书，传鲁诗，家学门风，称扬四海，至韦贤为相，辅佐昭宣，封扶阳侯，后迁居长安，3世3公，4世封侯，两汉未尽，人物辈出。及南北朝，南有韦睿，北有韦孝宽，皆为国之柱石。萧山之西，函谷之内，三府冠祖，百世公卿，士族之盛，莫过韦氏。好，倘为韦氏的先祖痛饮3杯。好，者立于家门口，记载祖上功德的柱子，左柱称罚，右柱为乐，故多以罚乐代称高门世家。我出身于京兆韦氏，是高门世家的小姐，我不能嫁商人，我不能嫁商人，我不该嫁商人。嫂嫂，我不该嫁商人，我不该嫁商人。舍妹尚在病中，诸位莫怪。来人，把她带回去。罚月在此，我愧对韦氏门庭，我愧对韦氏门庭啊！我当撞死！如此疯闹，不给我带回去！我是京兆韦氏，我是高门女子，我不该嫁商人。嫂嫂，我错了。如今这是得了什么病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疯病。可找郎中医治？当然找了，还开了药，成效甚微，更不能受刺激。大喜大悲都是这样。我倒是有个朋友，是药王孙思邈弟子，曾在洛阳为公主解人面花之毒。若蒙信任，改日我请他来，帮韦家姐姐诊治。如此，那真的是太好了。我替舍妹先谢过喜君妹妹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何如此悲伤？家父失踪多日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能不悲伤？哦，你呢？啊，我是来寻我阿兄的。你阿兄在哪里做买卖？西市，做香料生意。令尊也是商人。父亲是东市最大的布料商。哦，今日已经在布政坊求先生保佑了，但是好像根本就没有，所以只能来这贵市，再求神灵保佑。
千岁。谁？苏明见过大撒宝。苏明，今日在布政坊，咱们不是才见过吗？不会这么快就把我忘了吧？你跟踪我？那倒不是，偶遇而已。大撒宝真不愧是安社社统，既是东西两市最大的香料商人，又拿着朝廷给的俸禄，还能在这鬼市再建一座仙祠敛财，你可真厉害。这座庙不是我建的，是鬼市上做买卖的人自发建成的。我今天来也不是为了敛财，而是真心祈祷。据说在鬼市更能接近亡灵，而这些所得我会捐给安社，为那些惨死的商人们料理后事。照这么说，除了花府、马奎和钱之外，还有别的商人也死了？来，你自己看看。居然有6人之多。对，都是10日以内失踪的。撒宝府整理了这份名单，除了姓名之外，还有他们做什么买卖，失踪的大概时间，还有最后见到他们时所在的里坊。那你今日在布政坊为何不说？那个范阳卢氏，我信不过呀。他咋了？他们师祖说到底是憎恨我们商人的。费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鬼市这么大，该去哪儿找？哎，长安里坊图你带了吗？带了。二位想吃点什么？啊，借那盏灯一用。喏。兴道安人安逸，善和大安重化。花福死于丰乐坊，马奎死于进宫坊，何钱死于盐作坊。速去通缉！原谅我不孝啊！祖上，是我陈宠无能啊！祖上，我给您丢脸了。祖上，您乃后汉第一名士，到了我这一辈，唯有寻救入仕途，转而从商。如今在长安也享有名气，受邀入京光会，但其会中混杂，常有人做些龌龊勾当，我向来未沾分毫，未给祖宗蒙羞啊！祖上，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陈家大富大贵，人丁兴旺。祖上，祖上，何人在此？给我站住！大胆贼人，竟敢入室行窃！抓捕逃去！
若看见我，必死。你是谁啊？要是不想死，就转过头去。你不是贼，刚才是我冒失，请恕我不恭，请恕我不恭。失敬了。听说安社里头还有个金光会的组织，有，在下正是发起人。可以讲一讲吗？士农工商，商人虽被排在最后，但亦对长安有不可或缺的贡献，在商人中应该有自己的榜样，故成立金光会。凡生意做得最好，钱赚得最多的，才可加入。这也是变相激励那些初入商道的年轻人和做生意三心二意、不专心从商的后进。请问，花府也是金光会的成员吗？是。马奎呢？马奎也是。那令弟和钱呢？胞弟也是。对了，还有几位金光会中离奇失踪，难道他们对金光会？您的先人是汉魏名门，颍川陈氏之祖，被人敬称为陈太丘。太丘之孙，则是曹魏重臣陈群，开创九品官人法，亲手拉开士族时代大幕之人。正是。只是我叫祖宗蒙羞了。昨日夜里，你府上真的来了贼？不像是贼。应该是刺客吧，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对我下手。现在想来，应该是祖宗庇护吧。具体经过能跟我讲一遍吗？记。周身无伤，后脑遭重击，非治世凶器，应是尖锐的重物。是同一个凶手。那布袋里装的应是凶器，按你之描述，像是一个铁坨，或者是一块大石头。像。那声音又闷又沉的，是很像。你靠卖靴子把买卖做得挺大，听说已经做到长安第一，那也一定加入了安社吧？正是，也加入了金光会。卢参军这也知道啊？是啊，1个月前涉土应允，我也就加入了金光会了。金光会平日都做些什么？其实，就是在金光会会馆，大家一起夜宴。吃吃喝喝，互通消息，这不是最近接连死了几个人吗？就停了。哦，也赶上金光会在城南的别馆进行扩建，想着这要是建好了，又要在一起聚上几日了。卢参军，这个别馆的位置可是风水宝地啊，扩建刚一动工啊，就在那里挖出了京兆韦氏和杜氏的法月呀。等等，2家的法月都在那里挖出来的？是吧？我也是听说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
多嘴，多嘴了。往这，好，慢点啊。放这，路过东市，给你带了点点心。为什么？非要我亲口说出来吗？卢参军可以不说。我不该发那么大脾气，我向你道歉。哪有？你无需向我道歉，倒是樱桃被你气得不轻。苏明自会哄他。再说了，他是雍州府的暗探，在探案思路上有不同的见解，争吵也是在所难免的嘛。要不，你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。好，等他回来，我把点心分给他吃，他肯定就笑了。进来坐吧。哎，这个你画的是谁啊？啊，维嘉姐姐，她只比我大2岁，小时候还曾一起玩耍过。她可是城南屈指可数的美女。我记得，她嫁给了扶风窦氏后，夫君门因入仕当了县令。只可惜过门没几个月，她夫君便病故了。哦，这便是她得疯病的缘由吗？你坐呀。哦，应该不是。我听说她后来再嫁过一个商人，为此和家门闹得很不愉快。商人？传闻是长安最大的商人之一。还真不是，何必是长安最大的商人之一？看不上马奎。怎么？你难道不认识韦县尉？当然认识，还算亲戚。不会是何必吧？